就让我们许下热血的愿望，去飞越太过厚重的人浪，逆风破浪，不退缩不返航，今天之路加冕为王，实现我们每个热血的愿望，不辜负青春赋予的能量，梦不在远方，永远在心上，发着光，决胜在每一场。曙光还没到来，清醒地逃出被我的依赖，为空白添色彩，我自由我未来。轻拍只想尘埃，泪和汗却有梦想而澎湃，多直白多精彩，才不愿空等待。坚定的眼神传递开梦想的期待，艰难历程也不改，自信的身材憧憬燃了起来，就让我们许下热血的愿望，去飞越澎湃汹涌的海洋，逆风破浪，不退缩不返航，奇迹之路加冕为王，实现我们每个热血的愿望，不辜负青春赋予的能量，梦不在远方，永远在心上，发着光，决胜会在每一场，许下热血的愿望，去飞越太过厚重的人浪，勇往直前，不退缩不返航，今天之路加冕为王，实现我们每个热血的愿望，不辜负青春赋予的能量，梦不在远方，永远在心上，发着光，决胜在每一场。半夜2点送过来的，腰部扭伤，你干什么啦？哦，蹦迪。蹦迪？哼，一晚上摇头晃脑的，能不扭伤吗？我做了万全的准备，我抹了清凉油，还贴了风湿膏。你怎么回事啊？我就是来醒酒的，我知道喝啤酒不好，所以我往里头加俩枣。好啊，那一会儿我让护士给你来杯白兰地酒药。3高中风糖尿病，你这个啊不用治，每天早晚跑操场20圈就可以了。我黄瓜味儿的，素的。一边作，一边自救，真以为养生朋克可以续命啊？这个和慢性自杀有什么区别？麻烦开张假条。喂，你怎么知道 Rins 会在这儿训练啊？我看过一个纪录片，里面出现过他的训练场景，我有印象。你这人怎么想一出是一出的？再说了，你来了人家就会见你吗？你不试试怎么会知道？其实我已经很久不接受采访了，不过你的选题挺有意思的。现在外界对我们电竞选手还是有一定的误解，其实电竞和其他的工作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一份普通的职业罢了。那你觉得为什么大家对电竞还是会有偏见呢？因为现在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们就是天天玩游戏，不务正业，在他们看来，我们做的根本不是一份普通的工作，更不用说什么电竞选手了。那你为什么还会选择电竞这个行业呢？因为我之前的生活太过平凡了，我憎恨平凡，所以我一定要做出点什么成就来。太厉害了，大神！哎，
不，帮我签个名呗。谢可曼还没死心，让我帮他越狱。那你准备怎么做？他就是最典型的案例，告诉我们更可能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不，我觉得他是对平淡人生的憎恨，所以总得热爱些什么，才能做出些成绩来。那是对游戏的梦想和执着，对方辩友。你有没有觉得，如果同一个事物，我们热爱它，也可以说是憎恶它的对立面？就像谢可曼和 Rings 啊，他们就是憎恨平凡，所以热爱游戏。我们讨厌脏，我们爱干净。我们憎恶丑，所以热爱美。第19届星际争霸大赛将在2天后于本市举行。自98年星际争霸大赛面世以来呢，便引领了中国电竞史上的第一股热潮。那虽然呢这个行业竞争非常的激烈，但仍有一批忠实的电竞的我们的星际粉丝继续踏上征途。那回溯第1届星际争霸大赛呢，横空出世的 Win 战队在4个比赛日当中连续获胜13场，并最终赢得了当年的冠军。可惜在比赛后，本有机会为国出征的 Win 战队呢，却突然宣布解散。排中率啊，就这么点问题不会上网查吗？这么点小事还要给我发微信啊？排中率是传统逻辑的基本规律之一。简单来说就是 A 的否定是非 A， 热爱的反面是不热爱，不热爱里面包括了憎恨。我懂了，还有一种是既不热爱也不憎恨，还有既热爱又憎恨。总结好了，大家来听一下吧。第一，憎恶会引起仇恨，仇恨会带来直接的伤害，伤害更直接，所以更可能毁了我们。战争的例子，网络暴力。第二，憎恶会引起逃避，逃避带来对憎恶对象的未知，相对于熟悉的事物，无知的事情更加危险。讳疾忌医，社交恐惧症，逃避型拖延症。第三，从生理学上来说，憎恶情绪要比热爱情绪存在的时间更加持久，造成的伤害更长远，让人多年难以忘怀，更可能毁了我们。应激反应、心理阴影、移情效应。大家总结的不错，分别回头再思考一下吧。今天先这样。咱去吃面吧，讨论一下下场的战术。下次吧，我还有点事。去哪儿？谢可曼家。又去讨吧？没有当事人采访，新闻稿怎么写啊？我估计你啊，大概率扑街。这次我搜集了很多资料，我有信心。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其实现在很多大学都开设了电竞专业，电竞不仅仅等同于游戏那么简单。这是谢可曼今年的所有的战绩和战队对他的评估。虽然我不大懂游戏，但从结果来看，谢可曼可能是个电竞天才呢。
了个假新闻专业吧？哎，你看，这个奖牌是不是有点眼熟啊？是有点眼熟。第1届星际大赛冠军，难道谢可曼他爸？都到这儿了，找找吧。你还是个电竞迷啊？没有，我们家卖旧书旧报纸的，小时候净看这些。哎，找到了，来，带你们见识见识星际争霸的传说级战队 Win 战队0败绩星际封神，队长谢晕以一己之力扭转败局。谢晕，谢可曼他爹。天哪，太厉害了！要不知道为什么说是传说级战队呢？不过 Win 战队在鼎盛时期隐退，后来也没有再参加过比赛。电竞圈更新换代又快，所以后来就也没人记得他。没想到谢可曼他爹就是雷神托尔啊！不过他对这事儿只字不提，我们该怎么查呢？小事一桩。大记者，你有什么想法呀？只要知道他们是 Win 战队的，就能知道他们的名字，然后就能知道他们的基本资料、学校、单位，一个个查呗。算我一个。喂，你好，请问是 Win 战队的前队友火拳吗？你好，这里是午夜陪聊，每分钟收费2。喂，请问是火拳先生吗？你谁呀？都几点了？你脑子有病吧？对不起。喂，是火拳先生吗？谁呀？火拳先生，我想问你点事儿。修车厂又不是24小时便利店，开了门再说。找到了！我们这会儿去汽修站差不多开门了，走吧。我上午还得给诗作去录健美操排练呢，要不你先回去睡会儿，我完事去找你。身为记者，通宵这件事情算什么问题啊？走了。要不是谢云这小子当年撂挑子不干了，我们战队早被电竞公司签约了。把手。那他当时为什么会选择离开啊？他老婆不让他打游戏，吵吵闹闹的好几年。一开始我们也没在意，后来生了儿子之后，他老婆留下一份离婚协议就走了。来喝水。谢谢。谢云当时可以说是全国最顶尖的选手，我们队能够拿到冠军全靠他。只可惜没有赶上好时代。那个时候谁懂什么电竞啊？谢云为了养儿子，没办法，找了份普通工作，这是又当爹又当妈，真难为他。哎，听你这么一说呀，好像他儿子打游戏的天赋真的是遗传的谢云的。你别看他平时那么凶，其实对他儿子可好了。我想，这也是因为他自己打游戏，害得儿子在一个不健全的家庭里长大，心怀愧疚吧。啊，你稍等一会儿，我给你拿一样东西。
你到这儿了。叔叔，其实谢可曼和你一样很有天赋的。你这个小记者啊，还是挺有本事的。可是，记者和狗仔只有一念之差。其实，您比谁都感同身受谢可曼现在的心情吧。想继续玩电竞，但又无能为力。正因为你能体会，所以你也特别难受。这是我们的家务事，你一个外人都不知道。回去吧。把所有的过错都归结到电竞身上，真的能对过去的事情释然了吗？因为你的电竞路走得不顺利，所以就能否定谢可曼的天赋，断送了她的可能性。电竞有什么可能性？玩物丧志。谢可曼的妈妈也是这么想的。她妈妈这样说的时候，您心里也有说不出的委屈和不甘吗？如果不是我当年沉迷于电竞，他妈妈就不会走。可曼至少和普通的孩子一样，能有一个完整的童年。是，您当年的选择导致了谢可曼在一个不健全的家庭长大。可是你已经用这么多年去弥补了，而且你比谁都感同身受。所以为什么不再给谢可曼一个机会，支持她？是因为害怕吧？因为怕谢可曼知道了她妈妈出走的真相，永远不会原谅您，对吗？因为怕承认玩游戏不是一件玩物丧志的事情，就不能把所有的过错都归结到游戏身上。这样一来，自己内心的愧疚和自责就会深深的毁了自己，对吗？因为失去妻子，愧对儿子，就深深的憎恶自己。只要把这份憎恶算在游戏头上，就可以心安理得的过这一辈子了。可是憎恶永远不会消失，永远都不会。所以您就自私的选择了这种欺骗，并拉上谢可曼的梦想一起陪葬。因为一旦你肯定了他的梦想，对自己的憎恶、对儿子的愧疚和对妻子的自责就会通通释放出来，到时候就没有办法承受。别说了。如果谢可曼知道他妈妈的离去和他不幸的童年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玩电竞造成的，他不会理解的，他不会原谅我的。您不需要谢可曼的原谅，您需要的是原谅自己，和自己和解吧，放下这份爱。没有人是错的，但欺骗永远不会带来幸福。等等，给谢可曼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们恭喜第一届星际争霸大赛冠军润战队。
车辆好。车辆好。这就是你们准备的3个战场。嗯。哎，小西呢？哦，他有事儿。那不管了，回来你们告诉他，憎恶的伤害最直接，你们可以作为主打进攻点，所以说要重点准备。对方可能会说，热爱的危害更具有迷惑性和隐蔽性。所以说，更未知、更危险的这个战场，正好迎面痛击。干嘛？我有个问题想问你。问吧。你这辈子受到最大的伤害是什么？初恋被虐。那么你憎恨他们吗？恨。bingo。你憎恨的给你造成了最大的伤害，对吗？这方面有。那么请问你这辈子受到的最大伤害是什么？过年火锅店都关门，感觉受到了全世界的暴击。那么你憎恨火锅店关门吗？恨。这个该不会是你的治学问题吧？是不是很棒？你会被虐得很惨。无敌是多么寂寞。无敌是多么寂寞。你很厉害吗？我问你，你喜欢辩论吗？喜欢啊。那如果有一天你不能辩论了，你会怎么样？恨。你恨谁啊？我恨我自己。所以说，你热爱辩论，你才会恨你自己。你毁在哪儿了？你毁在了不该爱还是不该恨？你热爱的又做错了什么？所以，离开你热爱的梦，你活不了。但是梦，早晚会醒的。无敌是多么寂寞，无敌是多么寂寞，无敌是多么。比赛时间是明天下午3点，还有21小时。只要保证你爸在这21小时之内逮不到你 ，mission 就算 completed。首先，在你爸回来前要成功把你送出去。门被反锁没关系，这里是2楼，顺着水管爬下去就行。我刚刚已经试过了。在距离比赛场馆最近的宾馆里，已经帮你开了房，名字登记的是一名女同学，所以哪怕你爸找到了那，也绝对不会注意到。你的所有装备已经提前帮你运过去了，干粮也足够撑到比赛前，这样就能避免你出门。最关键的，你要在比赛开场前3小时，经由 VIP 通道优先进入，之后我们会派人守在每一个入口，想尽一切办法。在你爸赶来前拦住他，一直到比赛结束为止。清楚了吗？清楚了。你怎么突然愿意帮我了？热爱本身没有对错，怎么选择是你的事。我是你的兄弟，我只负责帮你。狗兄弟，愣什么？行动！爸，叔叔好。
这是过来。来，我们来一句。叔叔，我们先走了。没想到啊，你这无名小记者还挺有一套的。这是身为新闻人的自觉，我可是一个有新闻理想的新闻人。哟，这就找到理想目标了。可我怎么觉得你明明抢的是毛利小五郎的饭碗？对方辩友，请不要把那些为名为利的侦探行为跟新闻调查混为一谈。身为记者，挖掘事实、客观报道是我的最高正义。很遗憾，你还是一位颠倒黑白的辩手。就算我是一个颠倒黑白的辩手，那也不能和你这位正反持方任意切换的辩论大神比呀。不过这次你为什么开始只认反方，后来又只认正方呢？可我最终不还是坚决站在了当事人一方了吗？而且你知道仙女为什么要下凡吗？为什么？就是为了体验一下你们这些凡人愚蠢的爱情。我要是不自动降一级，怎么跟你培养默契啊？哦，那白仙女，你还是上天吧。我要是上天了，那谁来拯救这个世界啊？那么多被憎恶毁掉的人，那么多被热爱毁掉的人。怎么了？被憎恶毁掉的人。有办法了，精了点，特别适合给你结辩用，赢定了。你们这个观点啊，确实够犀利。那还用说？哎，你和婷姐怎么样了？她有男朋友了。怎么可能？我从来都没看到过。在美国是异地恋。异地，那基本上就是 available 了。再说了，你挖墙角，那算是对婷姐的人道解救啊。你的三观要不要回炉重造一下呀？我就知道你要给我扣渣男的帽子，什么朝三暮四、骑驴找马的。但是这些道德的帽子，最后在面临诱惑和选择的时候，都会输给情感。你这些鸡汤推文是打算在刘栋追到小西以后给他洗脑了吗？说你呢，别瞎扯。反正我本来就打算等打完比赛以后再告诉他的，以后再说吧。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婷姐跟你在一块儿，肯定比跟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人要开心。有的人在对过去的憎恶中度过了半生，于是就这样毁掉了半生。有的人在热爱中耗尽所有，却在最后与从前和解，笑对自己的一无所有。我们不会被热爱毁灭，也许我们也不会被憎恶的事物毁灭，我们只会毁于憎恶本身。当我们变成了憎恶本身。
走啊，看你比赛去。快运动会了，学生会那么忙，你怎么会有空啊？下场和法政打完，你们就出局了，看一场少一场。一会儿我们就按照之前讨论的方案打。好，走。去打个招呼。能不能别闹了？我对他没感觉。人家好歹是音乐高材生，能放低身段在全校向你公开表白，你别不情不愿的。没感觉就是没感觉，没感觉怎么能勉强在一起呢？两个人在一起，无非就是你一忍我一次，我让你一回，哪有你想的那么复杂？你只需要想一下，以后每天早上起来都看到是他这张脸，你能不能忍？你在胡说什么呀？那你就想一下，在接下来的1年时间里，你每天都要和他一起吃饭，跟他一起看电影，你愿不愿意？别想了，亲个嘴就知道了。没大没小。 B 组的医学院和商学院已经提前出现了，和我们一样，不愧是老牌劲旅了。就看艺术和文学院今天这2匹黑马什么表现了。走错队伍了吧？没错啊，我就是专门来给你当啦，对的。上次他们和数学学院比赛，穿的是和我们一样的运动服啊，这次的装备明显不是一个等级。重点是他们居然让啦啦队把论点给喊出来了，这样提前给观众洗脑，难道不算犯规吗？心机婊。庆美后援会会长呢？艺术，我们为你而生；艺术，我们为你而亡。如果有一天我们要灭亡，艺术，请举起你神圣的屠刀。这么搞什么鬼？艺术学院的啦啦队队长是19最近正在追的女神。不愧是唐老师拉过来的证物。流动那发型费了多少发胶啊？台风都刮不了。人家好歹是学长。呵呵。艺术学院气势上就占优。我还是看好文学院。如果文学院赢了的话，连2场就基本可以晋级了。一人之辩重于9鼎之宝，3寸金蛇强于100贯之师。
欢迎各位老师同学来到我们兰州交通大学校辩论联赛小组赛 A 组第3场的比赛现场。人固有一死，我拒绝在逃避恐惧中咽气。人固有一死，我希望在追逐热爱中阵亡。人固有一死，我们从不畏惧。人固有一死，梦想让我们向死而生。正方1辩刘栋，正方2辩赵雨桐，正方3辩叶家伟，正方4辩王兆芳。我们是艺术学院代表队，问候在场各位。Fire！ 艺术，加油！请我们现场的未来艺术家们稍稍克制一下自己的表达欲望，保持安静。现在是立论陈词阶段，有请正方1辩。我们看到了备受瞩目的新人谢可曼选择了他所擅长的心灵，而他的对手也选择了擅长的虫族作为抗压。比赛开始了。大家好，很荣幸能与对方辩友一起讨论这个关于毁灭的话题。我们终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会毁在我们所热爱的东西上？我们在焦虑什么？我那么爱那个女孩，但当我在这段感情中不断的甜蜜付出时，总觉得会有那么一丝隐隐的不安。万一有一天她不爱我了怎么办？奇怪，完全没有理论的结构。都集中在一起的过程吗？我爱她。我越来越把生活中所有的热情和希望全都放在他的身上，我爱得发狂，爱得不能自已，然后终有一天，他从我的生命里消失了，我的整个人生都毁掉了。热爱让我们失去自我，因此它是危险的。如果恐惧和热爱都是危险的话，恐惧更像是电蚊拍，而热爱更像是灭蚊灯。在恐惧的围捕中，我们尚有可逃之处，但在热爱的诱惑下，我们每个人都像是扑火的飞蛾。如果我们把视野从个体扩大到全人类，我想起了赫胥黎和奥威尔，他们都曾经问过同样一个问题：人类将会怎样灭亡？奥威尔所担心的是书籍将会被禁止流传，赫胥黎所担心的是书籍根本不用被禁止，因为人们将自发地不再去阅读书籍。奥威尔所担心的是，有人将剥夺我们获得信息的权利；赫胥黎所担心的是，我们将面对太多的信息，以至于只能被动接受，无法自拔。奥威尔担心真相被掩埋，赫胥黎担心真相将会被无关的海洋所淹没。奥威尔担心我们的文化将会被禁锢，变成一片荒漠；赫胥黎担心我们的文化将会因为琐碎而杂草丛生，大众为微不足道的事物而感到痴迷。奥威尔提防那些我们所恐惧憎恶的，而赫胥黎则担心人类将毁于我们所深爱的一切。有 PPT 啊！今天，我们阅读越来越少，却娱乐越来越多；新闻越来越少，却八卦越来越多。当我们正盯着一条明星的绯闻兴奋不已的时候，不就是在印证着赫胥黎的预言吗？娱乐至死，我们正一步一步走向我们所热爱的、为我们挖掘的坟墓。谢谢。你们怎么看？继续看好艺术学院。希望如此吧。很精彩，但总觉得哪里不太对。比较辩题，没有比较，纸老虎。一波虫族的奇袭部队突然出现，发起了突袭。心灵发现了虫族的突袭，军队正在赶过来，双方战斗单位交火了。谢谢主席，在场各位大家好。我认为热爱的和憎恶的都会对我们造成伤害，我们更可能毁于谁，就要看谁的伤害更大了。首先，直接给出标准，逻辑清晰有力。心灵成功击退了虫族的这一波骚扰，哎，这个防守打得可以呀！哎，虫族，
这个时候虫族孵化出了刺蛇，我们可以看到，此时虫族的战斗力提升了一个档次，心灵开始撤退了。因此，憎恶的影响永远都要比热爱的影响深远得多。综上所述，我方坚持认为，我们更可能毁于我们所憎恶的。谢谢大家。两支队伍比分应该相差不大，正方长于表现，而反方则重在逻辑。理论不错，下面看秩序。假设你在热恋中，男朋友被人诋毁，你会怎么办？不好意思，我没有谈过恋爱。假设一下嘛。好，那我也假设一下，假设我的男朋友是匹诺曹，一说谎鼻子就会变长，那我怎么会相信别人对他的诋毁呢？所以说，学妹还是太年轻。俗话讲，情人眼里出西施。所有遭遇到情感背叛的人，在事发前都像你这样，认为自己可以一眼看穿。所以，越热爱越放心，就会对自己所爱的东西放松警惕，对不对？不对，怎么不对？我们对正常的东西会比较放心，对反常的东西会比较警惕。这不取决于我们是否热爱它，而取决于它本身的状态。可是我们对自己所爱的人和事往往是盲目的，又怎么会及时发现它的反常呢？你所爱的人都发现不了问题，那些你憎恶无比、看都不想看一眼的事物，岂不是更难发现？文学院的这个三变，在防守上竟然进步这么大。请问对方辩友，一个人兴趣广泛，热爱生活，这是不是一件好事？当然是好事。可是如果热爱的东西更容易毁掉我们，热爱的越多，我们就越容易被毁掉，这怎么反而成了一件好事呢？那是因为热爱的危险是不容易被发现的，敌暗我明是不是一种很危险的状况？不如敌强我弱危险。强敌打不过可以跑，但是躲在草丛里面的狙击手你怎么躲？但如果您这个狙击手只是拿了把喷水枪的话，我想我也没有必要躲呀。对于毁于吸烟的人来说，烟是不是他们所热爱的？不是憎恶，因为它毁于吸烟，所以它憎恶毁掉它的东西。目前全球烟民数量达到了13亿人，而仅仅是中国就有3.5亿的烟民。2000年以来，中国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达到了100万人。请您举出杀伤力更大、更憎恶的例子。战争啊，它在历史上导致生灵涂炭、民族灭亡、文化毁灭。您能说吸烟带来的伤害比得上战争？或者说您不憎恶，而是热爱战争？没记错的话，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辩手回归立论。你又把秩序聊成自由辩论了，是？啊？是吗？你说。虫族军队在刺蛇的带领下一路狂追啊！哎呀，剩下的新民单位会不会全军覆没呢？第4轮秩序开始，有请双方辩手。身处其中，从未感悟到青涩草草被粉饰掉，不伦不类真可笑，视而不可一世的骄傲，却在黯然中渺小。时光的阶梯没打好，已经来不及思考。生渺渺，屏蔽喧闹的人潮，让梦只需燃烧，不大修只好。我与青春一路在赛跑，每一秒都美好。这一路单向的轨道，慢慢的许着火药。我与青春一路在赛跑，却像浪漫舞蹈，谁都没说过想要去和好。
辩论，它承载了我大一1年的青春时光，更承载了我对未来的展望以及铭记一生的回忆，因为那是我们青春、友谊和成长的点点滴滴。